大家以后坐飞机啊，尽量避开亏损的航司，因为这年头坐飞机也成了一件性命攸关的事儿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卫，今天我们一起来分析新闻背后的真相。今天是7月2号，国内今天通报了一个警情，有人就挖出来这背后啊，实际上是一个飞行员还是一个机长愤而杀人。今天我们就来分析这个案子对咱们普通人有什么警示作用。我们先看这个警情通报，如果你光看这个呢，看不出来就是一个激情杀人。通报在这儿，我简要读一下。警情通报：2025年7月1日10点22分，长春市二道区吉林大路与某某路交叉口发生一起刑事案件，南航吉林分公司员工李某某男31岁，就是那飞行员，因工作纠纷将同事黄某男52岁、李某男47岁扎伤后跳楼身亡。黄某、李某经送医诊治无生命危险，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。长春市公安局二道区分局2025年7月2号，今天新鲜的案子。实际上背后的事儿比这儿更复杂。我看了两个媒体，一个是财新，一个是红星新闻，你就清楚了，这个绝对比他通报更复杂。我们来看，这名生于93年的32岁机长李玉，是南航航空 A321的机长。事情发生在7月1日上午11点左右，就是快吃饭的时候呢。李机长在飞行部长办公室与部门领导交涉考核问题后情绪失控，先后持刀刺伤了飞行部党委书记刘某和经理朱某，造成严重伤害。一名工会主席和地面工作人员见状上前劝阻，也不幸受伤。之后，李玉前往办公楼15层，砸碎玻璃后跳楼身亡。据报告内份内部排查报告，李机长此前被评为不合格。报告说他对飞行程序的规章掌握不牢，比如通讯失效时的处理流程、驾驶舱门电子密码等等。公司建议对他进行重新培训并降级考核。考核没通过，所谓降级本质上就是逼着人离职。我们深入分析一下，一个机长32岁，照片我看了也挺帅的，小孩子还在1岁当中，这么好的家庭怎么就选择杀人跳楼了呢？他一定是情绪崩溃了。我们来看看谁给了他压力。因为这个消息出来以后呢，有人说这个机长的情绪不合格，控制能力不行。另外也有人说呢，幸亏这不是在驾驶飞机的时候情绪失控，不然的话一飞机人都得给他陪葬。我们看财务数据，是中国3大国有航空公司连续5年亏损，国航、东航、南航全亏，已经连亏了5年了。我们看看李机长所在的南航，根据2024年的财报，亏损17亿元人民币。那今年一季度呢，亏得更多，一季度就亏损了7.5亿，如果全年的话，肯定比去年亏得更多。它的资产负债率已经高达84%了，短期债务是非常多的，因为偿债压力大，南航集团要求各级削减成本，而飞行员的薪水平常比较高，这个就成为了第一批人了。我查了一下数据，根据飞行员的内部透露，南航的机长呢是一个月薪是5到8万人民币，这个副驾驶就打一半了，就是2到5万人民币。那现在他会想办法给你评定为降级不合格，结果就给你腰斩。但是别忘了，前几年航司好的时候呢，我说的是5年以前，那时候飞行员很吃香的，年薪能拿到100万，跳槽都不放。为什么呢？生意好，经济发展好。但现在呢，经济差的时候他们原来在高收入时期买的房子还房贷，有的一个月房贷就超过了2、3万。
如果你给他降级甚至开除啊，他直接家庭啊就陷入什么黑名单，哎，你老婆孩子就得这个扫地出门，要么就得搞离婚，人生啊就急速下降。不是所有的年轻人都能经得起这个生活的巨大的压力的，所以说呢，他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。那我们看另外一个数据，也是一个著名的事故。这个事情呢，发生在2022年3月21日，那是另外一家航空公司，东方航空公司。它是从昆明起飞，飞广州，飞行啊，爬升到万米高空，到了梧州附近的时候，是急速下降，而且这个急速啊，并不像传统的事故，哎，它突然的这个旋转啊，进入死亡螺旋，没有，它就是直接向下加速向下。有人啊拍了当时那个小视频，你看到一个飞机90度歘就下来了，下来以后机头半个身子都深深的扎到那泥土里去了。你说那人那不都成啥样了呢？所以有人就发现这个呢可能是人为的，而不是机械故障。你机械故障它肯定得求生吧？一会儿我再告诉你求生的时候是个什么状态。所以这件事儿出来以后啊，现在已经过去3年了，有人就向民航总局要求事故公开，因为你过去这么多年了，黑匣子也找到了，当时发生了什么呢？我们看看民航总局是怎么答复的。这是民航总局的原件啊，这是那个原件，我给你捡重点读一下。中国民航空局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，这是一个律师公开的，说某某某经论证，您申请公开的321东航 MU5737航空飞行器飞行事故调查进展通报公开后可能危及国家安全、社会稳定。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某某某，本机关决定不予公开。理由啊，就是影响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。根据惯例，他又提出来呢，你的权利，如果你认为本公告侵犯了你的合法知情权，可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60日内提起这个复议。没用，这都影响到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了，你复议啊也是没用的。但这个机关大家看一下，是中国民航空局综合司啊，这已经是官方的主管机构了，所以说这件事啊，也可能永远是个谜了。那我们再说第3件事。2025年6月12号，印度航空公司以波音787飞行30秒后发生急速下降，这个时候机长和副机长赶紧向塔台呼救。在这儿呢，就可以排除飞行员个人情绪了，他们是想活，也想让飞机上这几百人活。他采取什么办法呢？在双发失效的情况下，没有动力啊，他就想办法滑下去，尽量减少损失。但是呢，仍然造成机上242人死亡，只有1个人是侥幸生还。他这个人坐在那个窗户边上，这个是摔坏的时候他跳出来了，他都不知道他怎么活的，只有1个，其他人全死了。另外呢，有专家人士怀疑是供油系统的失效造成的，就是你供油系统一个问题就造成了双发失效了。那现在呢，我们看这家公司印度航空2024年亏损60亿美元，它呢比中国的航空公司亏损的更多。这个造成什么问题呢？如果说航空公司连年亏损呢，它除了砍掉一些员工薪水是一方面，另外就是维护。有的件呢就给你用副厂件了，有的不该换的时候呢就继续用着就给你吹一吹就可以了。这种事儿咱们开过车都知道。据我了解，像国内的保时捷呀、奔驰这种大品牌，现在4S 店呢都偷偷的给客户用副厂件，因为副厂件它便宜呀，它比原厂的老板要更，它是按原件那个钱收的，但是给你用的是副厂件，这里面就增加一部分利润。所以说印度航空现在它拒绝联合国相关机构参与调查，它自个儿调查，它不告诉你。至于为什么，你自己明白了。那对咱们普通人总而言之一句话，如果说你有条件，尽量选这个盈利的航空公司，不要图便宜。你得想，如果人家这家公司本身挣钱，
他为啥要推出特价机票呢？不还是要吸引你过去，增加的现金流，增加现金流以后，先把短期的债还掉嘛？这个只能会造成员工薪水下降，飞行员他不好好开飞机，他有火，下个月房贷断供的时候，你说有没有可能把飞机往别处开呢？对吧？这个我们还是要为自己的生命多加一份小心。最后我们分享一下海明威的名言：所有的人是一个整体，别人的不幸就是你的不幸，所以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，而是为你而鸣。社会是一艘大船，所有人都在同一艘船上，当船上有一个人遭遇不幸的时候，很可能下一个就是你。今天我们就分享结束了。关于这件事儿，欢迎在留言区留言，发表您的观点。稍后呢，我再聊今天的5件热点。再见。